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杨紫和程毅的感情好惨啊！蔡文静在网上吐槽两人好久没联系了。沉香点滴的名传让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演技爆棚的程毅身上。三人被认出来，不管是不是穿着相似的衣服，都能让人迅速分辨出是什么角色，这其实是演技的爆发。沉香入传被称为两位京院高手的对决。最初，杨紫是90后艺人中的实力派艺人，她善于带着真情实感地把观众带入戏中，她的演技毫无执行力，是个典型的替身工作，带着人群去遭遇工作的喜怒哀乐。有几位观众表示，杨紫一哭，眼泪就会自动流下来，这次能遇到能接她戏的程毅，格外有趣。这是一场表演井喷，但情节过于陈旧，浪费了两位伟大的艺人。两人在剧中与生死隔绝，在幻想中度过一生，经历3种日常和3种生活，让观众扮演两人的工作，扮演两人的 CP。其实，杨紫和程毅都在强势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私密生活干净，相伴时间长了，到了符合条件的年龄，大众觉得两人真是情理之中。杨紫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心情了，除了她在学校最难忘的爱情和彭和秦俊杰，再加上两人年龄相仿，性格也异常契合。程毅又是一个人很扎实的小伙子，你很热情，我有目标，这完全是典型的。另外，看来首领对两人的 CP 也格外看好。你同样可以看到，酋长故意将两者安排在屏幕外的好东西中，两人合影留念，节目交流后还频频送上两人的甜头，分外甜蜜温馨。再说一次，反正这次两人合作，一向埋头苦干的程毅倒是很热闹，就像孔雀开屏一样。确实，就连杨紫也表示，在程毅之前，她变成了杨文静，原本只是一个大众看戏。这两个人之间的联系很奇怪，令人难以置信的网友很快就得到了两者之间长期的相似阶段和会议。顺便说一句，这不是两人第一次合作的时候，两人小时候一起拍过《青云志》无数次，那时候两人还是很好的伙伴。我们仍然紧紧团结在一起，我们也计划一起保持领先地位。既然仙侠秀没有先例的涉及到剑术，杨紫就一头雾水，甚至砍在了程毅的手背上。杨紫遗憾道：“程毅，你会红的。”首领还开玩笑说：“杨紫，要不你就用你的身体来承诺吧。”一次会议上，专栏作家询问是否需要从圈内的朋友那里获得50万，谁可以借给他？程毅想都没想就说杨紫会借，何况50万加0。看样子两人的关系一直一般都很好，结果杨紫就在这时候被秦俊杰从相似的组织又博得了奇观的芳心，于是两人之间的联系也因此沉寂了下来。得到这些东西的众人真是精神抖擞，恰好这两个人竟然有着无数的联想。不出意外，程毅会在片场异常狂野和喧闹，我担心两者之间的联系可能会长期升温，两人可能有戏。此外，程毅在节目主要关注中的大量微调被认为与杨紫在沉香片中的小调基本相同。杨紫的胆小怕事，加上两人私下的各种称呼，在民间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两个人应该很奇怪吧？无论如何，他并没有让所有人满意很长一段时间。陈翔的传送结束后，两家的修行者发生了口角，解释是他们互相追赶。饭主开始带队去屠杀杨紫的广场，祝杨紫明收，发了高反差的照片，骂他妖孽、肥猪之类的骂人的话，发了很多黑图。第二天，杨紫那边也发了报复程毅家人，互相粗暴对待，被微博封号几大粉丝的记录。这同样是两个家庭分离的成就。坦白说，节目中的广告合作对于节目的传播和明星的知名度都是有一定的了解的。表演结束后，工匠解开自己的束缚是非常正常的。程毅后期有新锐符号秀，南风明白我的需要，应该快播了吧？在不松开后来的艺人的情况下进行表演宣言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程毅的超级粉丝肯定在演播室里闹得沸沸扬扬。我知道，不管怎么说，杨紫的生日都在紧追不舍，下面还被骂了一大堆，事情还是很大的。但是工作室选择不理会，分明是故意的，赏金都快被吃光了。演出结束后，进行后续工作。现在正是解开杨紫方的好时机，
恰巧一波被过滤的节目粉变成微粉，也在情理之中。然而，这是一块难吃的东西。当你无法解开束缚时，你需要在生日那天做这样的活动。要想和杨紫进行上下打包宣传，还可以为2位选手挑选其他巧妙的赢球方式。居然有不得已的理由要撕得这么惨，估计是剧组觉得杨紫离开了欢瑞没有利益可赚，才这么无谓的撕，来获得最极致的过滤福利。但无论如何，团队的活动并不能保证解决实际专家之间联系的破裂问题。还是有 CP 粉觉得这简直就是粉宣传。和程毅同组的艺人蔡文静说，程毅是一个经常欠手机话费的人，趁热用。此前，程毅的私生活就这样被人理解了，经常不使用手机，甚至有1个月不关心手机的人可能不会被迷恋。万一真的有自己喜欢的小姐姐，或者说追求小姐姐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不看手机呢？我想我几乎忍不住一直对着我的电话冷笑。如果你大半个月都没有注意到他的小姐，那黄花菜就该凉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程毅还是一个内向的人，与杨紫没有任何关系，估计现在联系不多了。不得不说，程毅和杨紫是长期的搭档，但目前只是各家媒体的合作伙伴，各自有自己的优势维护，想成为这样的人应该是难以想象的。一对夫妇刷 CP 的小伙伴请客观一点，程毅追着杨紫一起玩有多麻烦？中途出来了一个首领，结果被一个化妆品工匠来了。程毅用温情的眼神打量着杨紫，是演技好，还是脉搏真乱？在程毅的一些双重标准会议记录中，他或许可以选择追查回应。再加上最初领红包的活动，程毅跟在子美身边的时候，他更需要紧紧地粘着她。就在他明白姊妹已经退到后面的时候，他的身体迅速向后一转，肉眼就可以看到程毅的脸，幸福的。尽管如此，在一开始的活动中，程毅的风度依旧与他的同伙张雨绮保持一致，完全是独一无二的。2人的距离隔得很远，怎么也没有站在一起。怎么了？他试图贴近杨紫，而贴近张雨绮，却只相隔180千里，何以有如此双重的规范？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拍摄洗衣戏的过程中，程毅和袁冰妍异常反常，他们挣扎着不脱衣服。工作人员问程毅：“你洗完了再穿衣服？”毅在可证件中回答：“平时打扫卫生的时候穿睡袍。”不过，在杨紫这边，程毅手下的大将却变成了极为相似的东西。程毅站出来陪杨紫玩，他明明看到杨紫谦虚的吐字，就问她是不是害羞了。紫梅矜持地摆了摆手，否认。程毅其实并不完全接受，故意戳了戳紫美，一把抓住了紫美的手，放到了自己的怀里。程毅凭什么莫名其妙就这么挑衅？小伙子在心爱的人面前修养恭敬，是真的吗？在杨紫工作室发布的视频中，杨紫身体健康，格外开朗。事到如今，程毅在杨紫身后，工作人员问杨紫有什么正当理由这么开朗，是不是以工作快结束为由？杨紫连忙开心地回答：“你太厉害了。”然而，接下来的活动出卖了杨紫。杨紫说完，顿时回头看了看身后，程毅在杨紫身后。程毅看到杨紫在自己面前动了动，很想思考：“来和我们一起玩吧。”出乎意料的是，他被首领叫去开枪，迈出2步后不久，一不小心，杨紫一直在感动和庆祝。每当程毅好不容易找到机会来陪紫梅玩的时候，就被化妆品匠人找上门来了。网友们看到了程毅不能自拔，真是太有趣了。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毅一直在关注着杨紫，时刻关注着她。就在杨紫因为剧中惨烈的剧情而倒地痛哭了半天的时候，程毅下意识地做出了一个可爱的举动，老老实实地去满足杨紫，并表示自己很想剪杨紫前几秒的头发。明明程毅也是虐心剧里的人，不过他可以先安抚一下他的心情。陈翔和他的另一半真好，紫美还很惨，老大一喊，程毅赶紧坐上他的位子，各种笑话成全了杨紫。又或者说，程毅对杨紫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对她的体贴也非比寻常。但一段体面的感情永远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下的。紫美同样毫无疑问地时常想起程毅，作为程毅受伤了，别人都可以无动于衷，而杨紫无疑是第一个着手处理伤病的人。2人的亲情真的很难用情字来形容。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